大家好呀，我是云飞。我买了一个红米的 A33000路由器，一会儿去改造一下我家里的这个路由器的环境啊。这个箱子是真的大，来开箱。这个箱子里面装的这个是真，你看这么大个箱子装这么小个东西。小米 Mesh 主网，我主要是尝它这个啊。我家里已经有一台小米的 A33000，所以再来一台这个红米的 A33000来和它们组合一下。因为我家是2层的嘛，所以这个信号覆盖还是有点问题。咱们走着，我家是这种网线，就是装修预留的，买房子的时候就是这种网线，而且它这个线是不能更换的，这种蓝色的没有带任何标识的线。我实际测试下来，连100兆的这个宽带都跑不满啊！我先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我家里面这个网络的情况，就是刚才下面那个盒子，大家也看到弱电箱嘛，它是联通的，然后连的是这个小米的 A33000，然后我发现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的这个联通的宽带明明是200-300兆的吧，但是实际在这里使用起来的话，可能只有50兆的样子。我们就统一使用这个网络测速来测试一下，就原来这个环境，因为我怀疑那根线就是那根蓝色的没有任何标识的线，它其实就是一根最普通的这个100兆的线，它可能还跑不满200-300的一个宽带，它可能只能跑个50-60，所以我待会儿用它来做一个蓝牙Mesh，然后做一个中继，来看一下它这个速度啊。好，测试完成了。我这个网速相当于50到100兆的一个宽带，就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然后我把它给拆下来，接到下面的这个弱电箱里面去，再使用红米的这个 A33000来进行一个蓝牙 Mesh 的一个转接，来看一下这个效果。红米的这个里面有这些东西，充电线，然后网线。主体4根天线，我这个 A33000在后面是已经连了小米的中枢 NAS，其实装起来非常简单啊，等它这个电源灯变白就行了。好，现在已经连上了我的这个5G，现在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网速啊，这个网速瞬间就提升了很多，刚才下载最多只有10兆，现在已经到了14兆。很快啊，100到200兆的宽带，这是说明刚才那根线确实有比较大的问题，就这根线。好，这边我们就算是搞定了，路由器给接上就行。现在我们再来设置一下，离得太远好像不太行。好，我们继续到这边来添加一下我的蓝牙 Mesh， 它要离近一点。好，添加。好，找到了可以添加的，确实是要无遮挡的情况下，刚才是关闭了这个多媒体信息箱，因为它是铁的嘛。好，添加阁楼，下一步。好，这一步应该是很快的了。设置好这一步之后，应该是到上面就是阁楼那边连接上网线，然后它就可以直接使用了。待会儿看一下它这个速度有没有比直接这个有线连会快一些，反正现在信号覆盖肯定是比较全的了。好，现在已经连接好，完成了这个 Mesh 节点了。我现在把它重新拿到了这个阁楼上面放置起来。我们先来试一下它的无线 Mesh， 它这个网络能不能有所提升。咱们这边已经接上电源了，它应该要过一会儿，它才会有这个蓝牙 Mesh， 两边都变成了蓝色，它就代表它这个网络已经 OK 了。来看一下米家里面的状态啊，它在外面依然是没有，但是我现在在阁楼，它已经有了这个满格的信号，就代表它已经连上了。好，来，一样的还是这个测速，看看这个无线的情况下它能测多少。哇哦，无线的情况下它已经
有了比这个有线还更快的速度哎。这个蓝牙 Mesh 有点东西嘛，100到200兆的宽带。就我个人而言，我还是比较吃惊的，因为我一开始的预想是，我先给大家测试一下这个蓝牙无线 Mesh， 它这样中继一下，它这个损耗有多少，然后再使用这个100兆的这个网线来使用。结果，咱们却发现无线 Mesh 的这个方案，居然已经比墙里面埋的这个可能是5类的垃圾网线还要好了。我们刚才在上面测试，大家也看到了，才10兆左右，可能还不太稳定。它相当于50到100兆的宽带。我们到下面测试了一下，直连的效果是14兆、15兆左右。结果，Mesh 居然基本上没有什么损耗，基本上就是15兆，这点我是觉得很牛的。它直接就不用管这个埋在墙里的那根网线了，我觉得这个方案是挺不错的。至少在我家这个小小的家里面，它这个方案是可行的，而且是特别行得通，我觉得非常棒。而使用小米的路由器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你稍微高端一点的路由器，它都有一个功能叫做小米畅快连，就这个功能。之前我买的那个小米 A-3000，它其实也有这个功能，就是我们如果改动了咱们这个路由器的账号和密码，一般来说啊，如果是使用米家的这个设备，要进行一次连接，需要你重新进行连接嘛。结果我发现上一次我换了这个小米的 A-3000之后，我发现居然所有的这个设备都不用连，它自己陆陆续续就全部连接上了。这点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点。建议大家如果使用米家的这个智能家居设备的话，都可以去购买一个小米的路由器，有这个小米畅快连的，是真的特别棒。希望本次的这一个小小的分享可以帮助到大家。我也是第一次使用这个高端路由器，我下一次再出了新的路由器，我再搞一台给工作室的也换一下。工作室那个路由器还是小米3 100兆的那个，太慢了。那我们下一视频再见。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它这块是铁嘛，所以它会阻挡信号。这个箱子的话就得弄一个不是铁的，它的信号才会有刚才这个效果，不然的话一关上，它其实也和使用那个网线是差不多的。然后这个盖板的解决方案是在拼夕夕买了一个28块钱的这玩意儿，然后刚好就能放上去，而且也不需要打钉子，就刚好在这挂上去嘛，就把这个原来的那个弱电箱那块铁皮拆掉了，也没有什么违和的这样子。最后到我的阁楼上面再测一下速，应该还可以，13兆、14兆、15兆，速度行的，比原来那个网线快。好 ，OK， 完全没有问题。